如果你们不开的话，我们请导师可以开第一枪。啊，比如说，站在正方的康永哥要不要率先发难？吵架是吗？吵架自由交火环节。太想听听你怎么说了，你居然是正方，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。我也特别想听康永哥，我觉得在导师这里善良正直的人都会投反方的，但是其他人我不吃惊，但是康永哥太让我觉得这是刘教授率先发难。听康永哥说。好，所以如果被你们认为是善良正直的人，就得要照你们的意思做的话呢，这个爱情的探索就毫无乐趣可言哈。一个人是立体的，充满了各种的复杂面，所以认为点评就能够限制住爱情，我觉得是你们对于爱情过度的看清了。爱情其实有很大的韧性跟威力，你们把点评看得太重，把爱情看得太轻了。骂我。那我们反方也应该有一个老师说吧？没关系啊，随便，这个是自由交火环节，大家习惯一下这个节奏。丹丹要骂我，丹丹要骂我。我特别奇怪，他是要点评一个人呐，是，他不是点评一个事儿或者一个物体啊。对，我们两个都常常被人家点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 APP 把网络暴力撒向人间，让每一个百姓都。所以丹丹姐，你的意思就是微博应该取消啦？不是微博，应该取消。微博就是我们两个被点评的最严重的地方啊。不对，康永，你现在点评的是你的前任。你对他的了解只是你跟他在一起的3年、3个月或者5年，人是变的。刘老师，人是自由的。萨托说人是自由的，人的一生有很多个人组成。他跟你在一起的3年是这样，他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是另外一个样子，而你点评的，你将来会被他的老婆、他的孩子、他的孙子看到，而那是不公正的，因为他变了。哎，那我问一下丹丹姐啊，他找到老婆就不能理解人是会变的这件事呢？他老婆也应该成熟一点吗？因为他的孩子是需要成长的，你不能让一个上小学1年级的孩子，因为他父亲曾经在20几岁跟一个人有了1年的恋爱，然后就对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判定。你也不能阻止一个女孩子在20出头的时候跟一个男孩子曾经恋爱过，然后对人的评价是那么幼稚的。他们俩都后悔了，但是没有办法消除掉在网络上留下来的印记。来，陈明，自由交火时间。一切的点评本质上都是前任点评，我们在点评前任的快递员、前任的滴滴司机、前任的店主。可是我们所有人心里其实都知道，流动性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，不用担心这一点。当然，我也理解丹丹姐说，万一有人傻到连这件事情都不能理解怎么办？设置权限，因为双方都是实名制，你可以来对所有对你的点评进行一个评论。非常好的也解决了保护隐私同时限制网络暴力的问题。所以归根到底，我们要考虑的是第一性，就是我们有没有了解这些信息的需求。如果有，后面这些延伸的问题都可以逐步用技术来加以解决，而不是把根刨掉。这就是我们进步的基本理路。谢谢。来，我来。我听不下去了啊！说什么？哎，饭馆点评谁点评？顾客点评。顾客点评是什么？是有人爱吃，有人不爱吃。这个东西最起码叫一个客观性。今天你们4个人把这个天给我说破了。前任是什么？就是不合适的那个人。这单到饭馆里像什么？就是我今天想找一家川菜馆，问谁？问那个不吃辣的人。你觉得这家川菜馆怎么样？老母鸡吃黄连，自讨苦吃。高明说得好，好，这都太好了。啊，我来。高明的那个观点啊，用学术的话就是说 systematic bias， 系统性的偏差。一般呢，我们用一个商品啊，都会觉得很好的话，会希望更多人可以分享。但是和一个人谈恋爱，你不见得说他好，就希望更多人可以跟他分享。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性。而且对那个被夸的人呢，他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一旦夸了他，后任会说啊，你原来是这样对前任的，你怎么达不到当初的标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公道的一个事情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就希望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帮我们改良这款 APP。这些系统性偏差该怎么进行系统性弥补呢？非常简单，真正的高效的点评系统当中是双向的。
换句话说，当你在点评前男友或前女友的时候，你的每一条点评也会有人点评。所以这就是刚才大家说我们都是骂，不会的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知道，你的名字也会印上这个印记。OK， 观点是清晰的了。来，刘教授，这个 APP 如果可以的话，它启发我出来一个更大的 APP， 就是把每个人的恋爱记录现场实况转播，因为都会有人需要看，不是有需要，它就应该成立。刚才陈明的这个论点里边没有区分可以的和应该的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对每个人的智商做一个评价。对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做一个评价，有需要吗？当然有需要，工作单位都需要知道你的智商、你的身体状况。这里边刚才所有的讨论里边都没有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、真实的问题。然后正方还有一个观点，他一方面说爱情很坚强，不会因为3、2句差评而改变你；一方面说它很有用，它会让你防止什么？它既是有用的，又是没用的，好像是。最重要的，我觉得秋阳今天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东西我们是取用关系，餐馆、服务、京东，人不是取用关系。哈贝马斯把这个分成2种，一个叫系统，一个叫生活世界，友谊、感情、爱情、伦理生活。现在是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，这个需要我们非常警惕。太帅了。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享，我恰恰觉得这款 APP 是真正帮我们从这种殖民解脱出来最要紧的武器。因为我想到了什么呢？我想到了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是有对父母进行评分的，这是一个亲情，这不是功利关系，也不是取用关系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作为父母，我对孩子对我的评价，我觉得非常宝贵。不过前面我一定要打断你，刚才说的是，刚才说的是这个评价可以让人更有效率的来获取真相，获取真相，对孩子，对，这就是一个效率原则，效率就是系统的原则，就是工具理性。刘老师，恰恰因为只议论前任，你这孩子又议论父母了，你现在这个偷换概念，偷换的很厉害。先解释刘老师的问题。刘老师刚才的类比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我提出亲情。好，刚才丹丹姐说，可是有前任，非常好。你知道他要每一个学期评价前一个学期的老师哦，向全社会实名公开的吗？在范围内公开。所以我们家可以也打分，孩子给父母，父母给孩子打分。所以在家庭内部，我们的 APP 可以设置观看权限，你可以是朋友圈公开，或者仅2人可见，仅1人可见，或者面向全社会。那我何必要你这个 APP 呢？好，来看看反方选手有什么样的如果全社会公开是不易的话，来，刘教授，来，急眼了，来，最后1会儿时间，来，秋阳开始。我解释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刚才陈明老师说的那种温情的情况不会发生？特别简单，因为女儿对他的点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可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叫做 APP 的背后是什么？是算法，算法是没有感情的。当我写一段点评的时候，这个算法会给他贴上标签，推送给认为想看的人。我的点评文笔好，点赞数多，就会被更多人看到。我对一个人的批评，哪怕是事实，只要因为我写的不够好，就会在算法中下沉。算法追求的是什么？恰恰是我们认为爱情中最不需要的效率和利益。那就是系统。对。马老师，面对那么多的高手，那个蛋兄的跟不上了。跟不上，他就完全就是思绪就是大脑转不过来了，是吗？没有，我可以问一下刘老师，你觉得隐私权这个事儿我们还守得住吗？我也同意应该守，当然应该守，但我认为还有很大程度上在守。我也认为已经不可以守了，根本对，要不然守不住的话，完全守不住的话，蛋总现在也不会坐在这个地方。其实我们一定程度上就是出让了隐私才可以坐在这儿。蛋总，我认为隐私真正的隐私都守住了，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的都疑似隐私，对，很多是假的，是一个扭曲的。在网上的我们家住在哪儿，我们家的房子全是瞎编的。那不一定，丹丹姐可能是在误导你，是吧？没误导，就是500米的豪宅，难道根本是假的？不是您的第2居所吗？这胖哥好像改变立场吗？现在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是我从头到尾，从丹丹姐回答完我的那个初恋的问题之后呢，不是，我就是很想要激怒她。
所以他火了，我特别高兴。刚才陈明提到那个很诗意的讲了一段失恋博物馆，这里边都没有讲这个人是谁。你要知道人间那些悲欢离合、这些感动东西，伟大的文学、伟大的戏剧、伟大的段子都可以给你启示，用不着一个实名的带有偏见的前任给你来评价。这个我同意刘老师的。我非常同意刘老师的观点，但是你是在跟人性交流，不是在跟教授交流。大部分人不接受你这个的。现在网络上，事实上这个前任点评 APP 我们在讨论就很荒唐，这东西已经存在了，只不过是散布在社交网络里而已。你多一个前任点评 APP， 才能多一些你们这种理性的声音回击那些不理性的声音。对。我们在假装自己活在一个真空里嘛，已经存在了，在这儿它回不去了，朋友们。从我们用上这个的时候，它已经回不去了。不是它存在不存在。对。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支持还是不支持，不是讨论它现在是否已经存在。可以讨论。你审题了吗你？对。他跑题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这种投入的精神。你们是因为每次都参加，然后你们都是假的是吗？不是假的。我觉得到目前为止，今天的观众是非常可爱的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居然回去了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被任何一种观点所说服，全都坚持笃定在自己的原初的那个立场上。来，我们听双方结辩，先开后结，所以反方梁秋阳结辩。最后我想知道辩题的最后一个我们还没有涉及的词就是点评。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，在我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，我就对这个题产生了本能的不适。这是一个有高度的词，我凭什么点评另外一个人？谁又有资格来点评我？哪怕他是我的前任，感情是我们共同经营、共同度过的，他凭什么来为这段感情盖棺定论？我非常不同意刚才陈明学长说丹丹老师是在点评他的前任，在我看来，丹丹老师是在分享他心中的感觉。他无意去点评任何人，因为回忆是我自己的，谁也夺不走。可是你的人生是你的，我也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。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冲动，就是我们特别喜欢把粗糙的标签贴上每一个人。一个女生长得好看一点，仿佛就是绿茶；一个男生好像稍微不那么直男癌一点，就好像是一个渣男。可是当时我们爱上的是因为他是绿茶吗？我们爱上的是因为他是渣男吗？如果有一天我的恋人抛弃了我，我也不会因为认为他是渣，因为我知道我爱上的是那个丰富的具体的人，而不是在点评软件上的那一个个标签。所以不要去点评，因为放弃语言的论断，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自由。谢谢。双方结辩，陈明。那我说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是点评，第二件事情是被看见。点评是一种权利，对方说你有什么权利来对我点评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有，这就叫言论自由。我们有过亲密关系，我们共同相处过一段时间，你有什么权利让我不对我们共同的经历和回忆，哪怕发出一点点声音呢？这就是我们的权利。评价本身就是一种掷地有声的权利，只不过我们该如何限缩它，如何让它不侵犯到更多其他人权利的边界和隐私，这是我们在这个 APP 当中共同面对的。所以人没有那么高贵，每个人有为自己的前任发出声音的权利。我们也可以跟闺蜜抱怨，我们可以发一个朋友圈抱怨，我们也可以在一个 APP 上写上一段话，这没有什么。而第二件事情是被看见，如果有这种权利，我们又为什么要支持去行使它呢？刚才大家都在说隐私，我前段时间上了一次热搜，而且不必教，而且在热议上的待的时间很长，因为大家说我学术不端。在我看那条热搜的时候，我最感谢的就是2014年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，导师当时跟我说，你要记住你的每一篇、每一个字、每一段话将来都会被人盯着看，你知道该怎么写了吗？我就知道了。在爱情当中，如果有这样一个 APP， 哪怕只有一个男生在自己情绪最上头的时候，对着自己的女友挥起了手的那一瞬间，就准备那一巴掌拍下去，而那就是接下来不断深化的家庭暴力的第一步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 APP， 这一巴掌他会写上来，将来会被人看见，他就会把手放下来，只要放下来了一次，这个 APP 就值得，就这么简单。谢谢。全场观众，请按红蓝键做
最后的选择，5、4、3、2、1，锁票。我们俩把票锁在屏幕背后，是为了让2排和我们导师可以对今天的整场辩论来发表一些感想。正方2排有什么要说吗？来。Sherry 说，他只要喜欢一个男孩，那个男孩在他心里就是100分。可是他说起前任用了12个词儿，没有一个是好词儿。就很多人都在骂前任，说他什么都不是，他什么都干不好，他连个狗都不如。当时我就心里困惑，我经常听到这种骂前任的话。因为我去一个餐厅，有一道菜叫油炸前男友，我就其实是童子鸡。就是我这很困惑，你为什么可以跟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一块生活2年？他什么都不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渣男，其实就是消磨我们之间的耐心，消磨没有了。之前他在你心里是一个追风少年啊，今天你用12个字形容他，连一个好词都没有。那我们背书的人有没有一个地儿我们可以解释一下？我是觉得这个 APP。最重要的是，再还有一句话，你别飘，总有一天，Sherry 会变成冉高明，他会觉得当时他可能过了，因为那个怒气过去了，他可能在1年以后或者半年以后会说当时我评论不对，对不起。到时候你也可以回一句，我没关系，我也很感谢你那2年的陪伴。我觉得这个是那个 APP 的意义。谢谢。反方2排有吗？各位好，陈明学长是个爱神，陈明学长真是个好人。谢谢夸奖。来，开始说但是。我不知道我再有10年能不能长成陈明学长这个样子。被人重伤、暗算、陷害这么多次以后，站在热搜上面那么久的时间之后，你还能够相信大家在评价别人的时候会先选择那些善良的评价吗？我不敢相信的。我在想起我自己分手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也有过特别愤怒，然后跟自己的兄弟说那个女生特别不好的话的时候，我有过的。这不是我特别骄傲的时刻，但这是我真实的时刻。我们点评一个人是一个权利，它不是利益的利，它是力量的力，它代表着我居高临下的对你我之间的这段时间要有一个定性。那我们要把权力释放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先要考虑一下，如果权力到了最坏的人手上，他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学长，你是个坚强的人，你站在热搜上你是不怕的，你清白，你刚正。那如果是别人呢？如果今天有个人他没法自证清白，有个姑娘被荡妇羞耻，有一个男生被人用各种各样的诅咒的方式骂在那里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你说能阻止一起家暴是件好事情，那我说只要有一个女生被冤枉的挂在那里，她就是个作恶的工具。谢谢各位。我就要记住你的名字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我叫严文凯。我们来看看导师席上对这个问题的点评。您来说说您的反方立场吧。我觉得今天大家没有讨论到一个观点，就是说什么东西适合用来做公众使用的点评啊？通常是一种商品或者一种服务，它提供给大量的人、许多人去使用的这样的一种场景，适合用一个公共的点评。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的恋爱过程，第一，你是不是一个摆出来让大家使用的这么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服务？第二呢，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标准品？你自己不是一个产品，也不提供一种标准化的服务。那么另外一个观点呢，就是数学里面有一个叫大数定律，是说你的样本足够多的时候，随着样本越多越客观，越接近它的期望值。那么如果那个点评数非常少的呢，它的那个点评的离差就很大，就是大起大落，一两个人在那点评，要么说他夸上天，要么就说的一文不值。但是呢，谈恋爱刚好就遇到一个悖论，你要这个 APP 给你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评价的话，就必须样本足够大，
而且随着时间的分布非常大，它的样本空间不可能多，所以它的评论一定是不准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的谈恋爱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找的呢不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品，而是要找的是独特而适合自己的非标准品。谢谢大家。蛋总，你为什么要投正方？我就是看。我就觉得这事儿已经发生了，何必呢？在这儿假装那个，没事。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很好，其实他就分，咱们就叫什么叫应然和实然是吗？对，对吧？应然和其实你是知道的。对，我知道。我也知道你知道。就是刘老师一直在强调应该和事实的问题，我是认为这个东西已经是事实了，它不是应不应该的事。有一个艺术家吧，应该是艺术家，叫安迪沃霍尔。安迪沃霍尔呢，曾经应该是在60年代说过一句话，叫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做15分钟的名人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个未来在前几年就发生了，现在5G 了，就更可怕了。我觉得在未来呢，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愿望是做15分钟没有人认识的人。这是个不可逆的事情，它已经发生了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。没有这个前任点评 APP， 大家也成天都在被点评，也成天在点评别人。我是觉得这个面对不可逆的事情呢，我们不如尽兴一点。它反正是奇葩星球嘛，我们就看它最过分，把人的隐私侵犯到极点会什么样，咱们看看奇葩星球能干成什么样，然后让我们地球人过上好日子。哎呀，这你都能拐回来，你这真是。因为我觉得是拦不住的。人第一不能跟人性做斗争，第二不能跟科技做斗争，这种东西就是科技加人性的组合。哎呀，一个直拳干在你脸上，躲都躲不过去。然后我再说一下前任点评 APP 的正确用法，好评差评全用错了，你们全部都错误利用了这个非常好的产品。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呢，就应该打开前任点评 APP 给你的现任看，说你看，然后你就疯狂的发一些违规信息，然后你不就封号了吗？你封号了，然后你给他看，永远再也不能用这个 APP 了，封号了。这是前任点评 APP 的唯一的正确用法。你用这样小小的行为捍卫了人格，打败了人性，捍卫了应该打败的事实。哎，就蛋总，就像你掰扯到现在，你是不是很后悔站在正方了已经？我全是为了节目效果。蛋总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用支持他的方法来反对他。对，我说这你都掰过来，你真的你没有给康永哥留什么余地了。你先听刘教授说。那我们来说说爱情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爱情的评价这么困难？大家想想，爱情它是对一个人不是一般的评价，不是对你学业的评价，不是对你工作能力的评价，它是对你一个人的全面的评价。为什么它值得珍惜呢？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哪怕你不是那么富有，不是那么英俊，不是那么聪慧，但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，你在那个时刻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。爱情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享有这样一种无上的特权。它是全世界最好的，这个时刻可能会过去，但是它是唯一不能够用数量化来表达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了那个数量化里边，就是我说的刚才说的系统里边，它会变得更有效率，但是它完全错失了人和人之间的复杂性互动。我们跟一个人相处，不只是在评价他，是在塑造他。然后我每次回想自己的经历的时候，都会有很多反思和感悟。这些所有的东西，它在原则上是文学性的、艺术性的、哲学性的，它不是数学性的，不是数量化的。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。我同意说这是蛮难刹住车的一件事情。刚才蛋总的观点就是说，一个事情既然已经坏到了我们控制不住，不如让它更坏。既然一切都是不可阻止了，那让暴风雨变得更猛烈吧。既然悬崖不能勒马，就让马掉到悬崖底下去吧。这个逻辑也太荒谬了。
奇葩说都在期待各种各样的金句，然后希望他们广为流行啊。最近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将和奇葩说7联合出一个联名款的金句桶，即将出现。大家看我手上，这就是这个桶啊。哎，因为还没出来呢，所以就科技，它会披到这上面的。大家可以在京东买到啊。然后我们来听听另一位，其实这时候正在肝肠寸断、百转千回、后悔自己选择了正方的康永哥，我们听他怎么圆。可以的。在一个堕落的环境，就认为自己一定会跟着堕落，没有出息。我在微博上面一定在很多地方被骂，就是所有的艺人，包括丹丹姐自己，一定都有惹人不开心的地方，他们就是会点评我们。可是我们就要陪着一起去点评别人吗？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我们在微博上可以写很多东西。我之所以认识丹丹姐，就是因为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她是一个温暖、开放、自由的人，所以我才喜欢她，我才认为她非常值得被邀请坐在这里。我认识到人的散发的光辉，即使那个地方是一片沼泽，散发臭气，所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，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一个别人都堕落的地方跟着一起堕落呢？你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事情。我现在写出来的说话书，我写出来的情商书，全部都是因为我在微博上自己一篇一篇慢慢写所体会出来的。所以为什么一个前任点评网会搞得你们全部都要跟着一起骂别人，然后变成那个地方是地狱，然后你责怪别人而不责怪自己？就是堕落的环境，你绝对可以做高级的事情，然后你的高级会影响别人，别人也会变得高级，这个才是你面对科技应该有的态度，而不是一直躲开说我吃不消，我抵挡不了，我一定会完蛋。这个太不像一个有出息的人应该有的态度。这是我的第一点，我不懂你们在害怕什么东西。第二点就是，我认为我们人应该学习面对失去。阮高明今天讲的第一句话说，那不是网络上的一个陵园吗？那是个坟场，那不是太晦气了吗？我其实很希望网络上有坟场的，我希望有陵园。我们为什么对死去的人这么无情？死去的人就是我们的前任啊，他就是我们在生命中跟我们交错过。我跟丹丹姐可能这辈子不再有机会合作，我们就碰到这一期一会的一次，然后他就变成了我曾经认识过的明星的前任，他就是一个前任的明星。可是我失去那个，我难道不怀念他吗？就是人那个生命的过程，不就是由怀念所累积而成的？我的书里讲了一件事情，我在这边我很乐意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在前面几集的奇葩说里面，永远都听到有人跟他的爸爸妈妈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疙瘩。结果我在书里想了一个办法，我说如果你跟你的父母亲有那种一辈子都化解不了，搞得你3年不愿意跟他打电话，你想要脱离父女关系的这种问题的话，你试一件事情，你就想象你被要求在妈妈的葬礼上写一篇悼念她的文章，你知道就会发生什么事吗？等你写完，你不会再恨他了，因为你失去他以后，你就知道当初那些疙瘩都不重要。你怎么那么幼稚？你怎么那么孩子气？你怎么忍心3年不跟他打电话？他可能人生只欠他13年，然后你3年不跟他打电话。你写了那篇追悼词，你当然不必250的去打电话说妈，我念给你听，我写了一篇你的追悼词。可是你写完之后，你就会原谅你们曾经互相错过的这件小事情，而觉得那个最后的事情是重要的。我们人怎么那么害怕讨论失去？失去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讲死亡，我们觉得那个晦气。然后我们失去爱情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面对我们的前任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爱情里面前任是渣的话，我们一定有错。有人单纯是渣吗？那你看上他什么？你的眼光起码是错的吧？就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呢？他曾经带出来那些对于生命的喜悦跟乐趣跟向往去了哪里？当你看到其他人都一片骂声在骂前任是渣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一个警醒，会想说我也要跟着这么愤怒吗？还是我能够想到一点好事情？
训练我们自己面对失去是非常重要的课程。所以我认为一个回忆失去的爱情的 APP 是一个值得存在的 APP。谢谢。你现在是不是没那么恨他了？特别恨，更加恨了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讲的简直是一派胡言，而且他用那么温和的，好像带着旋律的声音，然后再滔滔不绝带的讲。着旋律的胡言乱语。对，真的。刚才陈明讲的啊，陈明是正方，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人。他讲，当你抬起巴掌想要家暴的时候，哦，你一想有一个 APP， 我别家暴了，这种完全都是。首先你不了解家暴是什么，家暴是一种病。我认为家暴不是说因为他打下去他就痛快了，他要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之后，他要享受的是那个把他哄好，然后他们再热烈。他享受的是那一个轮回，然后哄好之后再家暴，再把他想办法把他跪地求饶的哄好。家暴是一个心理病症，所以你那个就这一想 APP 在我就别打了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首先这是一个插曲，然后我讲你。你刚才举了2个例子，一个是我跟你，一个是他跟他妈，这俩都不是前任，咱俩互不是前任，是吗？他跟他妈也不是前任，我们在讲的要说一个前任的 APP，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然后那么美好，你要讲的你要注意，你的前任他有可能是20年前的。对，当然你说的对。你必须把它反过来，我都不想看你的书了。好可爱。你讲的这个前任，最后他有可能是别人的母亲，也可能是别人的奶奶。然后你用你那么不成熟的思想，你再讲一个不成熟的年轻人曾经跟你有过一次恋爱，你根本毫无道理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丹丹姐，咱这是一波的，咱们都一伙的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啊，这个节目我觉得我还是别参加了。我把丹丹姐气着，真的是，你是秋高，我是气爽。讲完了吗？还没讲完，还没讲完。然后还跟你妈妈还有葬礼，然后你妈妈死的时候你讲几句话，那叫前任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情，这是丹丹姐，令郎过得可好？我儿子在准备那个发言稿，就是妈妈当你离开这个世界。我被丹丹姐光是念了5分钟，我就已经快生不如死，就是令郎不知道怎么熬过来。行了，大家都反过来就好了。丹丹姐的力量就在于，只要有一个人跟我拧着，今天就没完。太妙了！来看一看，今天这道题最后的胜方是红方还是蓝方？看结果。恭喜正方。然后正方获胜之后，我们要在正方3位当中选择一个人确定晋级。正方3位，我们依次给他们投票。康晶晶、大王、陈明，3、2、1，把你的胜算拿捏得死死的，本场 MVP 陈明老师成功晋级下一赛段。恭喜陈明获得京东超市宠物用品大礼包。来，祝贺陈明，我们那个大礼包在这儿呢。哇，这么多！哎呀，有评价前任的时间，还不如评价一下我刚给猫主子买的小鱼干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这是您的 MVP， 谢谢，大礼包，请。谢谢马老师，谢谢京东，谢谢。我们也要在反方3人当中选择一人被淘汰。
反方3位，我们给他们依次投票。Sherry， 支持 Sherry 的请投票。5、4、3、2、1。76票。2遍，冉高明请起立，请给冉高明投票。5、4、3、2、1。88票。梁秋阳请起立，请给秋阳投票。5、4、3、2、1。85票。3人当中获得了76票的 Sherry， 在晋级赛当中被淘汰。在这个环节当中，以前我们是淘汰离场，但是这个环节的晋级赛，我们就请淘汰选手2排就坐。我们期待分享你们更多的观点。Sherry， 请2排就坐，谢谢。老师，我可以说2句吗？那个，我这次我绝对不哭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20多年来我打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，真的。我觉得我气氛也做到了，然后我面对别人的奇袭我也没怂，我还奇袭了陈明学长，我觉得我特别棒。去年的今天我还在我们老家做商业主持人呢，然后今天我一来到这儿就有这么多人愿意听我说话了，我特别开心。然后我想对马老师说，我觉得奇葩说是一个这个世界都特别需要的节目，我希望你能把它一直做下去。对，然后有机会我就还来参加。最后我想跟大家说，我叫李佳瑞，我的英文名叫 Sherry， 我的职业是一名娱乐主持人，我活好事儿少，性价比高。大家如果有商务活动可以联系米未，谢谢大家。Sherry， 我希望你能把你的直播、把你的带货做大了，最好超过京东，由你来赞助奇葩说。好，谢谢京东超市。我们要感谢我们所有赞助商，把你想买的零食拿捏的死死的，逛超市真的爽爽的。感谢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。谢谢所有的赞助商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